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说起美籍华人李昌钰，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崇拜他。想当年，李昌钰硬是凭着他神一般的超能力，但是超能力打了引号，破获了像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克林顿桃色案、尼克松水门事件等等。不过我要说，最能体现这位神探之神的，还是这起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案件。那么这起画面当中的这个地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镇，名叫新镇。早在1986年的时候，在这里曾经住过一对夫妻，丈夫叫理查，是一个飞行员，妻子叫海伦，是一位空姐。夫妻俩还有3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之平静幸福。然而1986年12月的一天，理查突然跑到警察局报案，说妻子海伦失踪。一个成年人怎么就会突然失踪了呢？警方立刻展开调查，可是查来查去，海伦总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推测海伦或许已经遇害了。当时因为李昌钰正好在康涅狄格州的刑事鉴定中心工作，他就介入了此案的调查。首先，李昌钰对于海伦身边最亲近的人理查进行了调查。那么理查都说了些什么呢？理查说，其实他跟妻子海伦已经有10多天没有见面了。为什么会分开这么久呢？因为海伦飞的是国际航班，10天半个月不回家，那都是家常便饭的事。这次海伦离家去上班是在11月19号的早上，当时理查还在睡觉，海伦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可是谁成想，这竟成了2口子的诀别。那么海伦离家前或者在工作期间出现过什么异常吗？理查说没有，夫妻俩向来恩爱。至于工作呢，海伦也不曾有什么抱怨。那得，这个理查等于什么都没说。可是一个有丈夫、有孩子还有工作的女人，怎么就平白无故失踪了呢？李昌钰觉得事情没有理查说的这么简单。而就在李昌钰心生怀疑的时候，海伦家的保姆露西透露了一个异常情况。什么情况？保姆露西回忆，海伦离家的头1天夜里，她正在睡觉，突然屋里的一声巨响把她给惊醒了。不过因为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所以当时她也没在意。但是第2天一大早，当她进主人的卧室收拾孩子们的东西的时候，发现卧室原本很干净的地毯上突然多了一大块污渍。注意，露西是一个很细心的保姆，家里的卫生都是她一手一脚弄的，哪里脏哪里不脏，她比海伦和理查还清楚。不过当时的露西以为是昨天晚上有人打碎了什么东西，所以才弄脏了地毯。然而过了1天之后，露西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猜测可能不对。怎么呢？因为露西发现了2个异常。第一个，刚才我们说了，露西第2天一大早就去卧室收拾孩子们的东西。收拾东西去哪呢？理查的姐姐家，而且还是理查突然安排她去的。要说去就去吧，可是等露西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变了样。不仅卧室里那块沾有污渍的地毯不见了，就连有些家具的摆放位置跟以前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异常。第2个，露西出门之前，因为没有看到海伦，所以就随口问了一句。理查当时的回答是，海伦已经先到姐姐家去了。可是等到了姐姐家，露西并没有遇到，所以他又问了一遍理查，海伦去哪儿了呀？这一次理查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话，他可能上班去了。奇怪，自己的妻子去了哪儿？理查这个做丈夫的怎么一点都不关心呢？听完露西的话，职业的敏感性告诉李昌钰，理查这个人搞不好他有破坏作案现场的嫌疑。于是李昌钰将侦查重点放在了海伦家。那么李昌钰发现了什么呢？谁也没有想到，李昌钰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居然发现了重要线索。首先，李昌钰在床垫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滴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的滴血，而且这几滴血与海伦的血型是完全吻合。
其次，他们家的毛巾和浴巾虽然看上去很干净，但是用特殊试剂测量之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曾经沾过血液，而且血量应该不小。那么这是不是说明海伦曾经受到过比较严重的伤害呢？如果是的话，这些伤又是怎么来的？正当李昌钰怀疑可能与理查有关的时候，他从海伦的同事那听说了一件事。海伦的同事说，海伦跟她的丈夫理查关系其实并不好。失踪前，海伦发现理查有外遇，正在跟他闹离婚。而且6月份的时候呢，海伦还找过一个私家侦探，帮他调查过有关理查外遇的事情。听了这事，李昌钰更加怀疑理查了。他串联起这一系列的线索之后，推测海伦遇害的真相或许是这样的：海伦在得知丈夫有外遇之后提出离婚，而理查因为外遇的事情败露。或许海伦提出的离婚条件比较苛刻，一怒之下他就杀死了海伦。不过口说无凭呢，没有实打实的证据，不能够随便指控理查。那么怎么办呢？李昌钰决定对理查进行测谎检验。检验结果如何呢？谁也没有想到，连做3次检验，理查居然全部都通过了。这么说，理查所言一切属实吗？属实才怪呢。为什么呢？所谓测谎仪的测谎，主要是根据人的生理上的变化，比如说心跳是否加快、血液流速是否加剧等等来推断被测者有没有说假话。而正常人在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呢，怎么着都会有点紧张嘛，所以测谎仪上的这个波动往往比较大。可是理查恰恰相反，3次测谎的数值都惊人的平稳，或者说平稳的惊人，这就不正常了。那么理查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何连测谎仪都能够应对自如呢？李昌钰立刻派人调查他的档案，结果是令人大吃一惊。那么警方到底查到了什么惊人的信息呢？理查这真不是一般人，他在成为民航飞行员之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他曾经接受过专门的反测谎训练，具有极强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能力。这也就难怪了，测谎仪那肯定奈何不得他呀。结合测谎结果以及理查的身份背景，李昌钰更加怀疑理查可能就是凶手。但还是那个问题，不管你跟理查说什么，他都否定一切，油盐不进呢。所以要想证明理查有罪，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海伦的尸体。为了找到海伦的尸体，李昌钰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比如说飞机啊，等等等等吧，阵仗够大了。可是结果呢，一无所获。奇怪，凶手究竟做了什么，让警方如此难觅尸体的踪迹呢？就在大家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个负责清洁积雪的工人向李昌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天夜里边，他看到理查开着卡车，带着一架工业用的绞木机，沿着河边的方向驶了过去。大半夜的，理查要绞木机干什么？思来想去，突然李昌钰一拍桌子，莫非理查就是用绞木机将海伦的尸体绞到了河里？推测到这，李昌钰决定立即找到绞木机，证据兴许就在这里边。根据理查的信用卡记录，李昌钰顺利找到了那台绞木机，它是理查在一家商店里面租的。不过在还回去之前，理查呀仔细清理，所以李昌钰并没有在绞木机上发现尸体的残骸。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李昌钰相信，纵然绞木机上的尸体残骸可以清理，但是剩下的碎片不会人间蒸发。因而李昌钰又带着人沿着河岸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最终他们从8个可能抛尸的地点当中锁定了一处，具体位置是一片离河岸15英尺的开阔地。为什么是这样一片空地呢？因为那台绞木机的喷射距离只有15英尺。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绞木机里喷出来的东西都会落到河中，质量轻的，比如说头发、表皮等等碎片，会留在岸边，像骨头这种重的碎块才会沉入河底。
为了寻找证据，李昌钰动用了几百名警察，一边在河岸边寻找，一边安排潜水员到河底搜索。找了好久，终于一个关键性的证物出现了。潜水员从河底竟然捞出了一把电锯，电锯上还残留着毛发和血遗迹。经过检测，这些毛发和血迹正是受害人海伦的。先有角木机，这回又出现了一把电锯，足见凶手手段之残忍。那么这把电锯的使用者会是谁呢？是理查吗？由于电锯在美国属于管制类的工具，所以每把电锯上都有一个编号，知道了编号，也就能查出来电锯是谁买的了。尽管狡猾的嫌疑人把电锯上的编号给磨掉了，但是李昌钰用激光电解法还是还原出了。李昌钰说，电锯和汽车上面有这个编号的。到现在多少年后还记得那个号码，我们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能够给这个号码显出来，有了编号再去查一下销售记录，答案也就清晰了。购买这把电锯的人正是理查。调查进行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说了，那还等什么呀？凶手不就是理查吗？赶紧抓人吧。按照美国的法律，目前发现的这些血液、毛发等证据还只能说明海伦受到过严重的伤，不足以证实海伦已经死亡。那么接下来李昌钰又该到哪儿寻找证据呢？这回李昌钰把搜索重点放到了本来已经找过一遍的河岸。3个星期过去，警方还真有了不小的收获。李昌钰又说，我们在大雪堆里面2尺多深的雪慢慢融雪，找寻物证，最后找了56片碎的人骨，2660根头发，3个盎司的肉块，1颗牙齿。有了海伦这么多的尸体碎片，再把理查使用过的电锯、角木机以及海伦的血迹一串联，真相就是理查这个看起来很体面的中年男人，其实是一个狡猾凶狠的杀人狂魔。他因为婚外情败露，与妻子海伦发生争吵之后杀死对方，然后用电锯碎尸，将尸体塞进角木机，最后喷射到了河里。据此，检察官认为理查杀人证据充足，批准逮捕。理查被捕之后，虽然他依然不肯认罪，但是李昌钰的推论是丝丝入扣，铁证如山。陪审团和法官采纳了李昌钰的证据，理查被判处50年监禁。直到1998年，也就是理查被逮捕10几年之后，他终于在监狱里边认罪了。真相竟然与李昌钰的推测是如出一辙。有人说李昌钰是第6感推理的神探。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昌钰并不是所谓的神奇，他的成功来自于心细如发、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想看更多离奇案件，请记得关注我哦，我是小乔，我们下期见，拜拜。